这是红秋葵花，非常的漂亮。它们是4月下旬移栽到地里的，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里有和大家分享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是6月份的生长状况，除虫菊的对面是另一棵。7月，我们这有好多金龟子，它们的破坏力比较大，不仅咬叶子，也爱咬石秋葵，所以一见到我就抓起来，扔在瓶子里。今年8月份，我们这很热，白天平均气温都在90度以上。这么高的气温对秋葵生长没有影响，它们长得飞快，并且有发侧枝。每株的侧枝也都有开花结果，现在基本每天都要采收。秋葵一个手掌的长度尺寸是最好吃的，比较嫩。如果它长得太大，那会纤维化，嚼不动，也就是老了，不好吃。秋葵的花期很短，只有几个小时，之后就会凋谢。凋谢后就会长出绿色的小秋葵。小秋葵长大后会慢慢的转变成红色。如果是黄秋葵品种，那么它是不会变色的。秋葵不需要人工授粉，我也从来没有给它们授粉过。不过我会给它们修剪一下，通常会留5片比手掌大的叶子在顶部，其余的我会剪掉。如果你的秋葵太多吃不完，那么怎么办呢？可以这样冷冻起来，太少不够吃，也可以冷冻，等长多了再使用。首先冲洗干净，稍微解冻即可。蒜泥、盐酌量，水烧开，柠檬汁冰块1块，当然你也可以用新鲜的柠檬榨汁。酌量生抽，酌量芥末，然后把它们搅拌均匀。等水开后放入秋葵，大概2-3分钟后装盘。煮熟后的红秋葵会是绿色，甘甜爽脆，非常美味。我俩经常这样吃。今天是9月19号，我拔了秋葵，因为要腾出地方种秋菜。我们6区的第一个霜冻时间是10月20号。如果你所在的区域比较暖和，那么现在可以给它打顶，之后便会长出新的侧枝，持续开花结果。你们看它旁边的萝卜苗已经长大了，所以再不拔的话，就会影响到萝卜的生长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欢迎订阅留言，谢谢您的观看与支持。